朋友们，欢迎回来。想跟大家聊一个事情，最近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一天一苹果，猝死远离我。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医学界正在利用 Apple Watch 作为诊断和管理疾病的一种工具。苹果手表正在成为医生最喜欢的医疗设备，虽然它还没有完全获得 FDA 或者其他监管机构的正式批准。苹果手表上有一个 ECG 的功能，就是心电图功能，可以记录心脏中的电信号。简单来说，就是监测心跳的一种快速检查方法。最近有报道，一位来自荷兰72岁的心脏病学家在最近的一份病例报告中表示，他长期佩戴苹果手表。有一次，手表心电图显示心脏出问题，可能是心肌缺血。关键是当时他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继续观察了1个小时，结果显示他需要去看医生。他决定马上就医，很快他就做了搭桥手术，修复变窄的心脏动脉。确实呢，差一点点就死神来了。这是一种检测病人数据的新方法，特别是在美国，有医生开始建议一些有心脏病史的患者买苹果手表，觉得是一种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这款手表能够直接把数据发送给医生，持续管理生活方式和用药的情况，其实确实是挺方便的。其实苹果手表在医疗领域呢是个非正式的应用，虽然有其他已经经过批准的设备可以追踪同样的指标，但是很多医生还是推荐患者使用苹果手表，是因为它操作简单、价格合理，而且比较普遍。仅仅是去年，苹果就卖出了大约4000万个手表。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除了特定的研究团队可以获得规则豁免以外呢， FDA 并没有正式批准有心脏病史的患者使用这个功能。但有趣的是FDA 批准这项功能给没有心脏病史的人，就是手表会问你是否有心脏病你回答没有，才能开启这项功能。反正你都说了你没有病了，那你出事了就不能怪我了，是吧？另外呢，患者对医嘱的依从性也是个问题，这正是苹果手表的优势所在。举个例子一项针对近200人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在5天之内有4天都戴着手表，平均每天戴超过14个小时。相比之下，如果你教他如何锻炼、如何用药，那往往呢会在医嘱的基础上大打折扣。而且研究人员已经证明，苹果手表可以用于跟踪和改善术后的恢复情况，确定人的压力程度以及健康状况，医生就可以更好地制定干预措施。其实早在几年前，苹果已经首次给美国地区的 Apple Watch S4 推送了 ECG 的功能。苹果公司一直试图将 Apple Watch 打造成更强大的健康监测设备，但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很坎坷。它到底遇到了哪些阻碍呢？说到底就是传感器的问题。一方面是苹果公司正在引发专利大战，这次苹果进入医疗设备领域是个跨界的选手，因为与医疗技术公司 Masimo 在血糖传感技术方面存在争议，去年苹果就停售了部分型号的手表。另一方面是考虑设备中的传感器准确度问题， ECG 功能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测房产，但对其他与心脏相关的疾病检查，比如心脏病发作、血栓，还有其他形式的心律失常等等，并不能起到作用。对临床来说，这样的心电结果还不够精确，这些数据有可能会出现假阳性或者假阴性的误报。假阴性可能让患者呢不能及时就诊，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假阳性呢也不行，可能引发过度恐慌，导致额外检测、过度治疗，花冤枉钱又占用了医疗资源。毕竟偶尔心跳不规律，可能也在平常的范围内。这也是为什么监管机构呢会对医疗设备进行严格审查，才会允许制造商宣传这些功能。在苹果公司最近发布的开发者大会上，展示了 watchOS 11中全新 Vitos 应用程序，用于更详细的健康跟踪。负责这个项目的团队都是一些心脏病学家和心率专家。首席运营官杰夫·威廉姆斯呢也表示，目标是继续创造建立在
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信息，成为人类健康的智能守护者。可以看出来，苹果对于这个领域呢是下了血本的。其实苹果对自身的定位还是很清晰的，苹果公司的作用主要是提供监测数据，医疗专业人员决定怎么使用这些数据和怎么样才能达到最佳的医疗用途。而且其他品牌的智能手表也在奋起跟进，纷纷要加入到这个本来就很拥挤的医疗设备领域，鱼龙混杂。怎么说呢？监管部门加把劲吧，毕竟是非常需要警惕的部分。如果苹果能够顺利避开这些专利的雷区，找到可靠的新型传感器，那么 Apple Watch 凭借这些海量用户的监测和诊断数据就足够有价值了。希望真的能像网友们说的，1天1苹果，猝死远离我。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当然，我也会继续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我是小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